嘿，你。就是你，別再總是打不過對手生氣，雙手操作總是跟不上大腦了。我知道，想要玩好這個遊戲需要花不少的時間學習，但對於剛入坑的你來說，讓自己玩起來順暢舒服的操作模式才是更加重要的。那麼今天備受矚目的現代模式全設備操作布局推薦方案，它來了。我會詳細的講到推薦方案的邏輯以及中間需要考量的因素，從鍵盤到 Hitbox， 從手柄再到搖桿，我都會聊到。用吉他的不教哈，所有街霸新人點讚收藏轉發給和你一樣苦逼的朋友，拉出你們的小本本記好，因為我只教一遍。順序和目錄參考上圖，或者直接點擊章節跳躍。本期無廣，放心觀看。首先給出我自己使用的手柄方案，這個方案和原版變化不大，主要是在左手的 L 鍵上根據自己的考量做了調整，分別把 LB 和 LT 替換成了大招和迸發。我個人體驗出發，儘管原版的迸發在 LB 鍵上面也沒有什麼問題，但如果放在 LT 上，你的左手就有更大的面積去觸發這個功能。本來這個按鍵很多時候都會在你猝不及防的時候應激使用的，受力面積大了，或許就給了你更多的機會。而 LB 我設置的大招是留給你在和對手迂回確認對手動作拿來聚合用的，也就是在需要快速反應的情況下，你有一個一鍵破解的按鍵，同時左手迸發和大招互不衝突，對手按蹦你也無需再考慮另一個鍵位反蹦，左手牢牢鎖死大招，但凡有點風吹草動那便說起風就是雨了。默認的方案裡我丟掉了頭的選項，因為你頭可以用輕中觸發，它不是一個需要高精度反應的按鍵，所以我綜合考慮這個快捷鍵性價比着實不高。綜合來看調整的不多，原本的按鍵位置就足以，甚至你調整幅度大了，我才反而不方便你使用，也說明了卡普空對手柄優化這一塊確實有說法。那麼說到我的白月光搖桿，其實我個人非常主觀的理解是，它或許對於現代模式來說適配性沒有那麼高。首先是移動層面，尤其是一些下中角優秀的角色，因為在我常年街霸游玩的過程中，其實設計斜下方向作為插合工具的情況很少，通常的操作中更多可能是標準的4個方向，加上你要通過一個操作覆蓋2個指令，甚至偶爾會因為一些操作習慣誤觸，再加上你對街機格鬥遊戲本身接觸較少，那其實是比較容易串招的。而且我記得我最開始使用摇桿的時候，光是發波动拳都可能誤觸跳的指令。说回按键，摇桿按键间隔普遍過大，適合的间隔呢可以讓你在操作上的手感如魚得水，但街機摇桿按键间隔因為通常要適配多種遊戲和大按鍵，就會做得比較開。不過這裡呢也只是花時間的適應問題。那麼在這台設備上，我最看重的重點呢是 Auto 和攻擊鍵的間隔。就像我說的，我認為街機按鍵的布局間隔其實非常契合把攻擊鍵和 Auto 堆疊到一起布置，既沒有間隔過小帶來的刻意刷鍵的感覺，也不會因為它們間隔的過開使得間距過大，損失操作手感從而失誤。那麼剩下的按鍵重點考慮你攔防的習慣，這裡呢就是缺點部分了。攔防的優先級我個人建議是大於迸發的，因為它能處理的情況要比迸發更多。選好 Auto 後呢，攔防的舒適度就是最大的了。我個人的位置呢是留給了我的小拇指，剩下的呢就是迸發位了。這個位置我其實很糾結，因為對於搖桿的客觀情況下，把重要的位置都讓出來之後，剩下的位置我哪都覺得差點意思。最終我基於 SP 和3攻擊的分配把迸發留在了我的无名指上方。我們通常在使用設備的過程中，其實面對自己手掌分布往上的鍵位，我個人感覺多多少少是有點不太好用的。奈何呢，我自己的設備呢是9鍵布局，所以我只能把迸發留到上方。如果你有现在市面上10鍵摇桿的情況下，你就可以在 Auto 的旁邊再設置一個迸發，這樣我個人感覺會比被迫分配到上面的會更好一些。剩下的 SP 和一鍵大招就自由分配就好了。Hitbox、Maxbox 鍵盤我先放在一起籠統的說一下，然後再把區別的地方單獨拎出來聊。別的先不說現代模式對於這類設備的適配性，我個人認為是比搖桿要好的。首先在移動層面，它很符合我們玩網遊的一定思路。WASD 和 ASD 空格都是走得通的玩法，空格跳的使用習慣呢是方便我們出一些快捷指令，例如628升龙和蓄力殘留這一塊的操作成本。其次呢是按鍵肯定是比桿子拉方向會更精準一些，所以使用下中角這類操作呢就會更方便一些。加上還有 SOCD 規則上的一些小巧思，在你以後深度遊玩的過程中會了解到新手可以先不管這個東西。聊完移動呢，我們再說按鍵。每個功能按鍵的分布和我搖桿的操作上沒有什麼區別，但值得一提的是，目前市場上普遍的 Hitbox 右
右手按鍵方向的間隔都比街机按键更短，我们在使用的过程中就不会出现像摇杆那样间隔过大影响现代模式操作手感的问題。但唯一需要重点聊的是它 Auto 键的位置。我目前使用的按键分布呢，已经是我迭代了多次才得出来的方案。我可以简单过一遍我以前尝試过的布局，并且呢，个人主觀感覺是這樣分布呢，起碼對於我自己來說已經是最舒服的一版了。但又因為 Hitbox 右下加鍵的位置和布局密度的原因，甚至是因為個人使用的習慣，導致我在使用 Hitbox 玩現代模式的過程中，經常因為手指發力不精準，導致我在使用 Auto 加攻擊鍵經常串成普通的攻擊。首先是因為它間隔過小，你按起來需要刻意拉近大指拇和另外一個手指的距離，搞得就像是我在刷鍵一樣。但如果你想時刻的保持按鍵精準度，你的注意力甚至會分配到手指的按壓上。加上我自己呢是那種肌無力的用法，雖然說是延長了設備壽命呢，但也加大了按鍵精準的難度。所以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我就放在了物理層面上。我在設備的按鍵上做了篩選。先說結論，我會更傾向於按鍵手感更硬朗的軸體或者是鍵帽。儘管這類按鍵使用久了可能會出現一點酸酸的感覺，但能挽回一點精準度。其次是觸發和行程，一定要夠短。如果按鍵觸發越長，就越有可能讓你同時按下兩個按鍵時錯開，導致串招。觸發夠短才有可能一定程度的規避這個問題。所以儘管我有一台自己設計定制的 Hitbox， 但我在玩現代模式的時候，我的選擇更傾向於是這台 mini 的設備。而且如果你的設備支持3檔調節，你還能刻意降低 Auto 鍵的行程，抬高其他按鍵的行程思路，去物理層面營造 Auto 優先的使用方式。那麼這樣解決了最重要的按鍵，其他地方參考上一版搖桿的布局，基本上就是我目前適應下來，起碼我個人用起來最舒服的現代模式的按鍵布局了。這裡插一個題外話啊，因為 Hitbox 有非常大的自定義空間，而且通常你只要是14鍵版本以上，你都可以把左邊的加鍵替換成跳，而本來該是跳的按鍵呢替換成蹦，也說不定呢是一種不錯的方案。那麼接下來就是 Maxbox 和鍵盤了，因為都是方向按鍵 ，Maxbox 基本上布局不會有太多的變化。之前的廢案呢，我也是在這個設備上實驗過，反而因為更小的間距，讓我在使用其他廢案的時候呢，操作起來比用 Hitbox 還要難受。但結合我自己最終版的布局基礎啊，換到了 Maxbox 只需要做一點小小的調整就可以了。目前市面上大多數的 Maxbox 不像曾經的傳統 Maxbox， 現在大部分呢都是雙空格的鍵位，右手基礎8鍵呢，要麼是上下拓板，要麼就是正常的8鍵部分。這裡呢，你可以根據你自己的設備情況去做調整，保留最核心的右手空格是 Auto 鍵就可以了，依舊下方3個呢是攻擊鍵。同時，因為 Maxbox 保留着 WASD， 左手空格呢，你甚至可以映射一個你自己覺得舒服的鍵位。鍵盤的話啊，因為有無數個按鍵可以去設置，反而選擇空間啊比其他設備大很多。還是一樣，我把用在 Hitbox 上的布局邏輯放到了鍵盤上，只需要小修小改呢，就能調整出一版適合自己的操作方式。唯一要考慮的就是鍵盤間隔小、密度高，個別功能下做一些小調整呢，會更加的舒服。比如攔防，我就是把從過去右手小拇指的按鍵位置呢放在了輕攻擊的左邊，跳的邏輯呢依舊是 WASD， 空格呢一定是留給了高頻率使用的 Auto 鍵的。不過最後補充一下鍵盤分布，你可以大致參考我的方向就行，因為鍵盤可以分配的位置太多太自由了，只需要保證 Auto、攔防和迸發你按的舒服，其他啊你怎麼來都可以。或者說鍵盤還真是街86外設裡自由度最高的了。以上都是我自己玩了一路總結下來的布局，可能不是最優的解法，因為最優的永遠是你自己覺得舒服的那一版。我的內容呢僅供參考，同時也算是為新人玩家稍微指點迷津了。最後來點真心話，都聊到外設了選擇用什麼呢？一直都是街霸玩家討論不休的話題。不過我想要告訴新人的是，街霸6這款遊戲可以說是目前所有格鬥遊戲中對外設適配優化最好的遊戲，甚至沒有之一的。所以很多時候各位往往不用在意你自己的外設是什麼，每個設備之間呢沒有好壞，只有不同的優勢。正因為這一期沒有廣告我還是發自內心的向你推薦嘗試任何一個品牌的 Hitbox， 甚至是搖桿。我很喜歡對於街霸6適配度極高的 Hitbox 和能覆蓋全部街機遊戲的搖桿。很多時候討論萬千，還不如走進現場去看待，去嘗試自己期待或者說未知的東西。像之前 CJ 那一次，走進好朋友的展台去上手去交流，像我這個白嫖人摸摸鍵盤的手感，看看對你的
體驗能不能滿意，看看它的參數有沒有是你想要的。Momo Hitbox 看你能不能接受空格跳，問問別人3幀升龍的心得，想盡辦法用低成本的方式體驗到你想要體驗的那一款。像我可以問問人家賣顯卡的展台，原來他們主打的天啟機系列白色機甲方的外觀，甜品之上的特調核心和一些我需要問問 AI 才知曉的優秀參數。但儘管我對顯卡的了解像我對女生的了解一樣少，問問賣 Hitbox 的天刃星 Pro 新品到底什麼時候能發布，軸體行程附加功能又做了哪些進步，下次辦展能不能學人家勤點 coser 和玩家互動等等。這些設備只有你真正體驗了一番下來之後，你才能拿定你更適合什麼。我這次的布局也有和群友交流過，發現大家的布局都各不相同。不過我既然都做視頻分享了，自然也帶着我的優勢我一直都是經典玩家，最近才開始深入研究现代，我的思路和经典模式都有着不小的關聯。如果你能適應我推薦的布局，那在未來想要轉經典的時候或許幫助可能會更多一點吧。那麼以上呢就是本期視頻的全部內容了，也歡迎大夥兒一起分享你的案件布局，之後還有更多精彩的有趣的內容會更新，大家千萬不要忘了訂閱關注我的頻道。最後一個問題，如果我不是禿頭，你還願叫我一聲藝術家嗎？我是禿頭，一位草根藝術愛好者，我們下期再見 ，Adios。